实西方的视角，他一直觉得习近平就是要做习大帝，在整个地缘政治结构当中，如果中国不以称霸的心态，它一南一北两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其实关系是会越来越好。45年改革开放，实力的上升，让它可以重新在工业化的社会里面定位自己，而不是被西方的框架下所格局。它在应对北方俄罗斯、南方传统邻国越南的时候，它有更多标的性的作用。法国人其实学中国人啊，他为了消除越南的历史记忆，他们把越南的一些史书烧掉。明朝也干了法国人干的事啊。这明朝会打下来，是因为陈朝被他内部的权臣篡夺了。明朝说：“那你破坏了我天下秩序，我就打过去了。”越南人的反抗很剧烈，明朝觉得我统治成本太高了，就撤回去了。他们声称觉得中国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可是越南又对自己周边的小弟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是的，是的，是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为什么把这张地图放上来？这是明朝的地图啊。是明朝的时候，在明成祖的时候，曾经一度搞了一个安南都护府，在这里我们把大家放大一下。交趾布政使司，对，交趾布政使司哦。那安南都统使司哦，交趾布政使司统治了这个越南的北部，它很短暂啦，并不长哦，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个是不是其实，因为这个时候越南已经形成国家主体意识了，那你明朝跑来侵占我还是跟你维持良好关系，但是我有办法说，我就把我的领土给占回去了。那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记忆？就是跟中国要好，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问题，可是我一定要维持我的相对独立性。其实就回归到刚才一开始学员讲的，它在经济上、在地理上、在地形上，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整性嘛，因为这里就有一个独立的红河平原嘛，这里都是山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所以使得像是越南第一代领导人，像是胡志明，他们就一直坚定的执行越南的相对独立的一个政策，但是又跟中国维持一个很好的近邻关系，既亲密，但是又有清晰界限的这种形态，已经我想是从五代开始，五代开始啊，五代就是这样子了。那么它跟明朝这个关系呢，是它是本来是明朝的这种天下秩序里面的一环。明朝呢，它要册封越南陈朝的国王啊。那陈朝的国王，其实陈朝这个之前之后的国王也都是一样，他对明朝对于中原的这些王朝来说他是国王，但是对内他又自称皇帝啊，他自称皇帝，小中华。他还复制了一个这个天下秩序，他去影响旁边的这个辽国南长这个高棉啊，变成他的小的天下秩序，小弟的小弟。对。那么明朝呢，可以去形式上去任命他的国王啊，就是说像陈朝。那么陈朝之所以是这明朝会打下来，是因为陈朝被他内部的权臣这个胡季离来篡夺了。篡夺了以后，这个明朝说：“那你这个破坏了我天下秩序，怎么样？我就打过去了。打过去，我在你直接变成我的郡县，又重新变成我郡县，就是交趾布政使司了哈。可是变成这个郡县之后，越南人的反抗就很剧烈，包括就是原来陈朝自己的这些皇室的成员，还有后来兴起的这个所谓后黎朝的这些人，他们就反抗明朝。明朝觉得我统治成本太高了。就撤回去了。好，那么明朝甚至于做了一件事，他为了去消除越南的一些历史记忆，他们把越南的一些史书烧掉了。啊，那么可是所以明朝也干了法国人干的事啊。是，法国人其实学中国人啊。是，明朝做过这样的，这也太讽刺了。是这样一种主体意识哈，当然毫无疑问是延续到今天。我刚刚讲到说关于胡志明的这种有点矛盾的情感啊，其实是很多越南精英共同的情感，就是说我跟中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但是我也有很不同的利益啊，就是他觉得他们声称觉得中国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啊，那么越南有越南的国家主体性，有自己的国家的特定的利益。可是很强烈，越南又对自己周边的小弟又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是的。因为even到今天，不管是这个辽国那个大陆叫老挝嘛，然后或者是柬埔寨，其实对越南都还是相对的恭敬。我这里要用恭敬两个字，即便都是主体国家了。是。那最后我想要做个这个总结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透过中国改革开放这45年嘛，官宣45年的变化，中国国力的提升，然后来带动我们一南一北中国这个大的邻国，主要的邻国之间那种关系的变化，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做个结论，就是说对照一下哈，中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跟中越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到底这个中国的崛起当中这个因素
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两个对照起来，事实上，俄国跟越南之间关系也很密切啊。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连连看的议题，这是一个三角议题，只是第三角是用虚线穿梭跨海这样过来啊，但非常非常有趣啊。好，我想是从东西方两个角度来看哈，我们讲中国从这个东方的传统来看，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事实上带来了一种传统的这个东方政治的一种回归。这种东方政治回归之后，不是说它去恢复了一种我们西方经常说东方它是以前也是一种帝国形态，其实不是真正的帝国形态，而是一种这个有一个政治中心或者说这个天下中心的这样一种形态，它就恢复了一定的当时的政治秩序跟这个经济联结的一种状态。我们看经济联结，它就是所谓是丝绸之路啊。政治秩序就是说我有一个这个名为天下的秩序，那在这个秩序下面，大家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的，不太有真正的政治干预。中国依然处在这个19世纪中期以来积弱的状况的话，这种平衡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哦，这是从东方角度。那么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曾经亚洲的政治是由西方主导。就19世纪中期以后，我们看见1885年法国就完全控制了越南。对啊，那么法属印度支那。对，正好差不多稍微晚一点，日本又控制了这个台湾，还有这个朝鲜半岛啊。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说，英国、美国，它一度左右了整个的亚洲的政治秩序。可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啊，它的国力上升，使得这个西方的这种政治影响逐渐被排除出去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法国退出这个舞台，从越南退出去了。接下来是英国退出去了，1997年大概就彻底退出去了哈。那么接下来是美国开始退出去，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的这种影响力已经在严重衰退啊。那么这个退出去之后，也就造成我们今天看到俄国跟中国关系的大幅改善，是他看到其实原来他们可以扮演说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某种平衡角色没有了，他只能没有平衡角色了，他只能靠向中国了。越南也是一样，越南发现他现在在中美之间还有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可是为什么这里面就会出现51跟49的选择？原因是中国真的是啊，我们放到具体的地缘政治里面，中国的影响力会比美国的更大一点，尤其对越南来说会更大一点，所以越南的这个51这个比例哈，会逐渐再放大一点。啊，我们可能没办法一次看到忽然变成90-10这种变化，但是51会变成52、53这样的逐渐的变化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政治格局，我们在这个图上啊，也在看到它的改变。我们一直在谈古老秩序，回到那古老秩序的角色，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古老秩序的角色里面，经济虽然扮演一个角色，但是没有这么大，因为在古代交通不够发达，是。这个经济的体量不足以去改变农耕时代社会的这个结构。可是今天中国的崛起，它是以工业强国的方式去崛起，而且它又是一个商品出口大国。它不单只是制造，它有很多自有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汽车今年在俄罗斯卖的下叫，那更别说中国其实大量出口嘛，到了这个东南亚也都卖得很好。但这些改变，其实它都是在变化，还有包括很多中国的厂商移到了越南。其实刚才徐阳讲的这些，我突然想到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中国不以称霸的这种心态，在它的整个地缘政治结构当中，它这个一南一北两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其实关系是会越来越好。是，这是我们讲那么多集以来一直想到这个问题。可是对于西方视角，他一直觉得习近平就是要做习大帝。我们所想到的都是唐朝时代那种天可汗的角色，我不去入侵你，唐朝时代多边多了一大堆小小邻国啊，比如说像最有名渤海国，他也没去灭过渤海国啊。然后这个越南他也没去，南绍就今天的云南他也没去，他主要就是维持一个国际的秩序，然后万邦来华，华去万邦。而现在我就想到的是，这个邻国其实45年这个改革开放最大的改变，就中国的权力的实力的上升，让它可以重新在现代社会这个工业化的社会里面重新定位自己。他有能力对自己定位了，而不是在被西方的框架下所格局。还有他没有所谓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他在应对
对于北方大邻国俄罗斯、南方非常重要的传统邻国越南的时候，还有更多的自信，然后也有更多的标的性的作用。那越南也有一个效仿作用。其实包括俄罗斯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快速的这种推进这个现代化，因为俄国也急需再工业化嘛。是这个因为毕竟俄国在苏联之后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衰退，那它也渐渐从所谓工业强国变成能源输出大国。那这个角色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普丁其实他很希望再建俄国的工业哈，是，所以这是我今天很大的一个感想了哈。那希望呢带给大家一点点不同启示。我想我们很少透过以中国本位的视角，好来带给大家不同的 view， 好，这个是台湾比较难做到的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再次谢谢这个我们吴启汉老师啊。那最后记得帮我们呢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还有呢线下的赞助，比如说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粮草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今天后来做完专家讲堂，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哈。那我们今天谢谢吴强老师，谢谢啊，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再见，拜拜。